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看2025德盟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在台北市立体育馆所进行的这场女子组比赛，即将是要由华侨高中来对上内湖高中。这是今天在台北市立体育馆所进行第2场的女子组比赛。那今天这场比赛是由我陈耀启以及李亮教练为大家带来转播。教练你好。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教练已经一连看了4场的第4场，今天就是第4场的赛事哦。对，前面2场男子组的比赛有打满5局的，有直落3的。那刚刚前一场比赛是由在地我们地主中山工商对上来自江苏的星海高中。那最后在第3局历经3局的比赛，中山工商也是以直落3拿下了比赛。不过第3局教练说的，终于最近3天终于碰到球之后。有点球感之后打起来就不一样，所以后面的比赛还是蛮值得大家来看的。是没有错。那接下来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内湖高中对华侨哈。那在去年来讲的话，113学年度高中联赛的时候，一个是第2名，一个第3名，华侨是第2名，然后内湖高中第3名。但是在我有问内中的教练了，他们从去年开始从来没有打赢过华侨。那今年。这场球赛来讲的话，因为刚刚有听到吴子华，这是主要现在 U19的主要的一个快攻手的选手哈，他其实是又受伤没有办法上场。那今年华侨部分来讲的话，有一个大换血哈，他部分补进了今年大关国中或是国中联赛的冠军队进来，就相对来讲会提升他们一些实力。那既有的2年级跟3年级还是一个像诚毅主力选手都还是留在场上，对，所以说华侨今年来讲其实蛮可观的哈，因为新血补进来，其实相对的实力会更好。那内湖高中来讲的话，主要就是以明湖为体系的进来，但是今年有几个选手跑到别的学校去了，对，跑到东山去了哈。那相对有2个选手，一个高个子，一个主力到东山去了哈。那相对来讲会影响到未来内湖高中的部分。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哈，那其实选手在球队里面，他们就经过了训练哈，经过了练习这样子，每个阶段不一样。那我们期待台湾的球队，每个高中球队能够，不管是什么选手进来，教练能够把它煮成一把好菜，让看到一个好选手越来越进步这样子。对，确实，其实，在过去，可能有南部的国中进到南部的高中，或中部的国中进到中部的高中，比较接近这样的传统。但是这几年在我们就可以讲说，东山慢慢建立一个王朝之后，东山高中女子组、高中女子组、东山高中，慢慢这王朝有点建立起来之后，会吸引到来自各地这种优秀的球员。所以说，北部的名武的也会跑到中部去念东山哦。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当然教练就是拿手上的菜去炒出最好吃的料理，是没有错。对，就看说，接下来教练们怎么样带领这手下的这些战将们，或者说这些选手在接下来在一个一个杯赛或者在高中联赛里面去打出最好的成绩了。是，那高中教练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哈，因为他们要吸收到不同的选手，然后把它整合，然后再加上训练，因为国中阶段跟高中阶段还是有落差的部分。对，那你像华侨假设说我高一要进来高一马上要先发的话，其实还是要经过一个训练啊，还有磨合，但默契的部分的一个训练都还是很重要。那以今天目前在报名的名单来讲，华侨高中这支去年 HBL 的亚军队伍，平均身高是168.7公分。那当然，去年的亚军阵中也有不少我们所谓国家队或国家培训队的主力像是周怡涵、赖宇轩、陈毅、吴星云等等也都是我们在国家队这种常见的常客，或者是直接就是国家代表队出赛。那另外在内中这边也有不少人邱凡启、薛庆宇，我刚刚是说目前受伤的吴子华、韩尚瑜等等也都是这种国家队或国家培训队里面的选手。所以他们的实力是相当接近。那当然说，最后胜负往往就是在场上的临场表现决定。对，目前来讲的话，内中比较弱一点的就是举球的部分比较矮一点，163公分的部分的李思珊哈。对，他其实在举球部分来讲没有，但是他是从高一开始是慢慢就开始先发去举球，也是有在进步啦。对，但是主要是他的速度够，但是拦网上面可能会比较弱一点，就没有办法。之前也跟姐姐搭嘛，对，你姐姐去清大还是去哪？对，姐姐去清大，对。那这个球攻击自己失误，华侨蛮可惜的。
好，这边身穿蓝色球衣就是华侨高中，那穿着黑色上衣就是台北市的内湖高中。哇，打标志杆。现在在第一局双方是各得1分，1比1。看到发球6号陈毅。 毕业于莺歌国中，对，很开往的球处理过去，对，来看，推到2位，哇，好球，好球！16号大关国中才18号，他是莺歌2年级。 在新北这边，好像新北的大关不错，莺歌也不错。对。然后这边可能就华侨为主啊，但也不见得说毕业一定进华侨。就像现在，选手可能会有学姐或者喜欢向往的对象在哪一个球队在哪个学校就去那边跟着他的脚步走。对啊，现在还有莺歌高职在莺歌高职，所以说莺歌国中有一部分选手会流动到那边去。对。那再来就是莺歌高职有个好处，就是还会收到桃园的选手，因为桃园有遗嘱的建国啦，还有巴德，他们有可能会到莺歌攻上去。有点接歪，对，稍微左手推被拦回来。内中我这边靠着拦网拿下了1分。对。 内湖高中的发球，哇，这边发球挂网。对，邱凡琪的发球过网。邱凡琪今年也升到高3了对，整个程度跟稳定性来讲，慢慢的在成熟了。赖宇轩的发球，身高1.72米。哇！ 球有点短啊，所以击球点很好锁定，直接被拦死。赖轩要继续发球，现在比数是4比3，华侨高中1分领先。非法拦网，非法阻挡。这前面。 教练有提到，在新的规则修订里面前排球员现在要避免，要注意这件事。对，现在这新的规则里面，只要在前排里面，你手有举高起来做拦网过头的高度，球经过了身上那个手之后，就会被吹非法。呛死！机会球。斜线。被接下。等在那个地方，还是过来。 13举球稍微推过来，现在再看华侨这边4号位，哇，太骄傲，好球，好球！周洋左手垂下去了，拦网拦到界外去了，很干脆他也很敢打。我看完了前面星海高中，再回到国内，这比较就是国内的女子排球的这种身高水准，对，不是那种普遍动不动就场上有一半都180，我们比较少一点。我们大概平均大概170左右了，或者接近170，对。那就是一个队可能有1、2个比较高一点，就这样子。再往前，现在来到内中的场内，后排邱凡琪，好球，回转还有，哇！周一涵这个球吹下去啊，哇，整个甩手很顺畅整个抬起奥台也出去了。 华侨中学再拿1分，6比4。18号林语堂的发球，时间差，有，好球！前排的搭配一个假动作之后，第2时间把球锤进来，5比6。内湖高中的发球。 中间快攻，有手起来，翻过去，直接打，好球！
所以把鼓哇！后排6号位这边的进攻哦，中间一个人把它扣下来。对，于雅妮，对，6比6，现在内中追成平手。还有，自由球员去补位，很好。巴库，哇，闪太多了。攻击出界让内中现在取得领先，哦，7比6。从比赛开始哦，其实就华侨先得分，然后内中追平，现在内中取得1分的领先，7比6。左手好球，整个身体位移后，对，里面2号攻击，哇，这个球落地得分，落地了，对。不过这几球其实第一局看到现在，周怡涵的攻击真的还蛮出色的，对。虽然说不是特别高，身高172公分，那三年级的周怡涵几次在4号位的进攻，其实不怕你拦网哦，照打不误。修正。不好修咯，因为周怡涵左手的，只能处理，对，只能用顶的。哇，连续得分，可能要喊个暂停。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华侨这个位置哈，左攻手是周怡涵，左手在左边哈。那球没有接到位的情况下面，没有快攻手，而且这情况下面转不过去，对，卡在这里。而且他也没有举老三，试着可以举老三看看给18号的林宇堂。快攻有了，对，快攻好，来回来再一波，只能左手，对，再锤油，卡把起来，陈毅后排老2，哇，那对面内中的进攻其实又来了，对，判2次，对，所以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是华侨比较不好的位置，大家怎么样轮过去？其实他可以试着去转变一个位置，例如说周毅不接打后排。是6号周毅打后排，对，让可以试着去改变一下，因为怕球接不好之后没有修正球的位置，重点是怕这样子。哎，这个球处理过去有快攻，这就是抢一个快啦。在你还在乱的时候，赶快把球拨下去，这要很暂停，然后，所以内湖高中也蛮。就是说也知道这个位置他们轮不过去，是时候在这个位置尽量赶快得分。对，然后拦网的对象他们也抓得很好，就是所谓的1号左手的所谓的周怡涵的部分。周怡涵对，所以现在从原本6比6平手到现在一下子变成11比6，差了5分哦。只要我破坏你一传的接发球的情况下面，你的修正就没辙，我就可以等你，而且你左手在4号位置的修正球其实真的不好打。现在就看到华侨高中在喊暂停之后，是不是就会像我们教练所说的去改变一下，比如说后排或者中间，对其他的我们多一点进攻路线的变化。因为其实他后排还有2个选手可以打一个就是陈毅嘛，然后再一个是18号的部分，18号的林宇堂，2个后排其实都有，但是目前举球员还是以前面为主。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高水准的比赛，后排是你的战术之一，不是在你修正球才要举后排。对，这时候老三要不要来？不来，还是4号？对，这从上面打下去，但后面被接起来。对啊，人家是有准备。这球就拨回来，对。快攻，好球，守起来，防守上非常好哦，那种吊球还是守到，哇，厉害！哇，这个小不点自由球员很厉害，哇，没辙了，这次终于打下去哦。对，这个是他打几个球都被对方拦到，或者守起来的情况下面，他也改变他的攻击节奏，变得是一个搓球，就是小吊球这样子得分我们刚刚内中不管是一般球员或者是自由球员在防守上确实非常拼。对。这一波长推4号位斜线奥赛，斜线奥赛，对。因为这一波让华侨转过去之后，其实陈毅上来之后，你的内中就不好打。对。再来内中又没有把握一个球就要回来的一个机会变成现在连续失了2分，8比11，华侨现在落后3分。
哇，处理球，很聪明哦。对。薛静宇的特色其实他是在处理球比较好一点点，是因为他的攻击弹跳能力不是这么好，没有像邱凡琪的高度或者什么，但是他担任主攻手，但是他在晚上的处理球跟技巧性还算不错。哇，想直接压对方等在那个里，机会球来了，邱凡琪直接哇，聪明的哦，一个虚攻球哦，然后直接打那个挡网手，然后喷到网子里面去。他去 U19 集训回来还是有差，邱凡琪整个技巧性被提升很多。其实去年已经是正宗主力攻击手之一，但是你说国际赛的洗礼，然后看到国外球队啊，整个会有更大的成长。对，像陈毅也是 U19，然后陈毅整个的提升来讲的话，包含他的接发球都有提升到很多。因为我们知道，从他去打7年的时候，在接发球是被针对的。对。但是后来在 U19的时候，其实慢慢成长，包含自己的母队，他还是必须是一个边线攻击手，还是要接发球。那我们看到的是选手都在进步，这是我们比较高兴的地方。曾永瑜的发球。啊，太短了，可惜推过去，但是处理得很好。攻击手没有时间做强攻，所以看到很厉害的、很漂亮，用手腕哦把球推过去。对，所以说在滑桥部分也要小心一下。当球取不好的时候，对方会拨球，我们要怎么去守？这也是蛮重要的哦。14-9，内中现在又有5分的领先。很飘的球接得不错。哇，漂亮，漂亮！陈毅的球哦，他的角度跟方向，其实他的手法很多，肩膀又灵活啦，起来之后还是带一点手腕哦，对，这球还会旋。左肩往下压，右肩这个斜线角度就出来。10-14，花脚追1分回来，余若真的发球。邱凡琪，哇，那是打手尾球。其实他也没有硬扣啦，他在打长啦。对，打长的时候在落点很漂亮。正好在4号位的对角线这边看这球直，然后掉下去旋下去。15-10，内中又有5分的领先。时间差，哇，打界外，哇，陈毅是想太多了哈。这直接下就可以，但为了锁闪哦。好，现在进入到第1次的技术暂停，我们第2次技术暂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到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比赛现场，在台北市立体育馆所进行的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女子组的赛事，目前场中进行的是由华侨高中对上内湖高中的比赛。第1局目前内湖高中16-10暂时领先。拦回来还有，还是被拦回来。哇！最后想要用单手去吊波球。邱凡琪，哦，这个球有接到，哇！弹回到内中，结果没有处理呀。现在该打屁股那个6号苏湘琪，这个
我定得很好啊，但是被对方接起来，已经接的不理想，喷回来应该是呛死哦。这个球其实你没办法攻击情况下，你要自己拖，因为你有动作了嘛，你有动作情况下，别人不会来了，就不能放下空放掉。2号位这个球打墙，也是一样的球。华侨这一边2个人看哦，你来，一定要先接啊，才有办法攻击。虽然这2个都有办法去准备攻击，可是还是要先接球为主。没有2传哦，你们就只能看着球哦。对，真的，你没有先把它守起来的话，连攻击机会都没有。2边都出现这样的 miss， 但现在还好啦。就坦白说，在这个球季联赛开始前的这种比赛哦。早发现问题都好，对，在默契上啊，在场上啊，有什么状况，赶快发现，趁早解决。12比17，赖宇轩的发球，转直，守得好，接到，对，左手这锤又被拦到，哇，真的不好打，今天拦得不错哦。对，他们可能去考虑到华侨部分来讲的话，其实14号、18号可能考虑接发球的能力了，不然2个是对腕位置会比较好。18号去打所谓的边线攻击手，对，那让你队长周一涵去打副攻，因为左手打副攻其实是比较顺手。哇，发球直接得分哦。那可能是在接发球部分，可能是没有那么稳的情况下面，才能做这样子的改变。是。对，变成1号，1号现在换下来主攻，队长周一涵换下来，换现在国中毕业的伍家珍哦，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场上部分已经有2位选手是那个了，是今年大专毕业，对，国中毕业去上来的。好球，直接掉过去，现在看内中的这一波。哇，好球哦！这个蛮强的球哦，又是打很长啦。对，这叫苏湘琪，她也是小高一，对，她是明湖国中毕业小高一进来，所以女生国中跟高中其实她的差距其实不是那么大，所以衔接比较快。那高中男生来讲的话，其实就距离就有一点。内中现在20比10，杀人了，闪不掉，对。11号韩尚宇，20比13，13比20，现在华侨再追1分，现在落后7分。很能，球员的替补，一样吧，徐子言上，对，石学也是一样，是1年级的选手。几乎把大关的冠军队选手都要换上来了。那其实坦白说，默契应该也不差了，因为他大概打几年了，对，在国中打3年哦，而且他们又冠军队。推开4号位的进攻，有拦到，还有补位，还有处理球，轻轻快攻，左手推过去也有，现在推到4号位这边也是用搓的。快攻！还有，推到4号位修正球，这一波双方都有3次很好的攻跟守啦，但最后是内中拿到了这1分。21比13，内湖高中现在有8分的领先。有，他挤得到，来不及，弹得太远了，后面追不到。14比21。伍家珍的发球。后排被拦到，一个人单扣到这一球，陈毅拦到了这1分，15比21。
吴家珍继续发球，快攻，弹回来，再一次斜线，中间哇被收起来，硬拼哦。哇，太极奥，好聪明哦！好聪明啊，这个球。薛庆宇哈，刚刚看到说他能够为什么他可能担任到主攻手的位置哦，就是他的处理球是比较有技巧性的。他虽然没有办法一球把你打死，但是他在处理球的方面是有得分的效率。是有在用脑打球，对，有在用心呢、啊，对，想办法为了得分来处理，没接好。陈毅直线短直好球。直接吃了那个李思珊哈，直线攻击，是攻击手个人能力的发挥哦。前面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想办法把分数拿进来。郑永瑜的发球，太短了，哇！邱凡琪哈转中间2个手的中洞。我本来觉得说，长度可能比较短，比较难处理，对，还是被他找到机会打进去。他帮我转回来，23-16。哇，他只要打手，对，打外手啊，外手的外侧啊，对，直接用平推出去，对，就是带一点推的力量，然后将球直接往外。17-23，华侨高中再追1分。直接将换成前排3个攻击手，哇，这球员换掉。李若珍上来要发球，对，并担任举球员。防守有，还有后排，好，有收到，接得漂亮，快攻，好球，还有，过来了。哇，这边战术打得很活、哦，从中间跳到4号位来砍这个球，现在再看哇，现在是华侨高中拿下这1分。对，我刚才讲到哈，这个球来讲，李世山的拦网还是比较吃亏哈。这没有办法。对，因为他只能他不能直接摊过去，他只能让球喷高起来，因为他个头没那么高的情况下面，那这个球刚好又喷在那个三不管地带，直接得分。我说再对照到前面，我们看到星海高中2个举球员，一个178，一个180，哦，真的是太好用。对，中间轻轻挡一下。这个球来讲的话，因为邱凡吉有高度了，对，像这个球你掉太短的情况下，邱凡吉他直接就处理掉了，直接对，再延伸将手延伸再高一点，就把球拨到了。24-18，现在来到内湖高中在第1局的局点。哇，S 得分。李思山虽然在拦网部分比较吃亏哈，但是举球在发球没有问题。25-18，好，内湖高中在第1局的比赛里面先拿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到比赛的现场，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第一天女子组的比赛，目前在台北市立体育馆所进行的是由内湖高中对上华侨高中的赛事。内湖高中穿着的是黑色球衣，另外一边这就是华侨高中，这两队是 HVO 高中排球联赛去年的亚军，华侨是亚军，那季军第3名就是内湖高中。对，那这一局的部分来讲，刚刚看到上一局部分内湖就是以25-18获胜那这一局部分华侨部分就做一个调整，不管是在发球或者组合攻击部分，还是要做一个调整。对，开局内中用吊球拿下了第1分，现在轮到邱凡琪要下来发球。是。哇，左手切进来，这手快要拐歪掉。对，4号飞到3号位这边侧身这样打这个球，而且他还是左手的。对对，很辛苦。就是很别扭的角度，硬是把球打进去。看这个位置，陈毅是右手在2号位置，然后左手的是1号部分在4号位置，所以比较不好打啦，比较不好，没有办法流畅。哇！这自由球要打屁股。在这边邱曼琪其实发球已经破坏了对方的接发了，是直接就喷回来，但是没想到自由球员这边这个球也没接好。对，这个机会球没有把握，蛮可惜。现在比数是1-2，华侨高中1分的落后。陈毅发球没有过。发球的失误，现在是3-1，内湖高中暂时领先。轮到韩尚宇的发球，身高1.82米，182公分的吴子华因伤没在场上，他就是场上最高的但这边也回进了一个发球挂网。为这个球被拦回来，再打一次，哇，斜线，好球，接得漂亮。现在看，李世山这球，对，这球要感谢李世山一半功劳到李世山身上因为从后排跑进来举球单脚举球举得很漂亮。4-2，对，才有这个攻击的机会。相对来讲，他的处理球角度也处理得很好。对。中间，自己垫一步起来打，用力打3-4，华侨高中现在1分落后。周一涵的发球，哇！后排邱凡琪，好球对，没有很长，直接高度够了就打了。哎呦，自己顶得漂亮。对，这李世山，邱凡琪再一次，慢一点跳，自由球又收到，直接还有飞高，哇，很短，照砍不误，4波了还有触网，哎呀，这球在拨球的时候顺势扫到，对，4-4。双方现在形成平手，第2局。周一涵要继续发球。华侨正中平均身高168.7，内湖高中平均167.4。这球失误，攻击出界了那这平均身高没有差很多，正中同样有几名就是具有这种国手资历的选手，而去年的 HVO 高中排球联赛名次也只差1名。
接球没问题，哇，好球，哦自己接了上来就准备打跑了，这打的。8号的薛静宇，对，得分之后下来发球，双方现在是5比5平手。转直，好球。伍家珍后，大关国中才目前才高1生而已，蛮敢打的。前面第一局中段就换上了，对，确实对，在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在第一局就打了蛮长的时间。他们有做调整的。抓到洞了，对，整个花桥部分有做调整哦。我们刚刚讲到1号周奕涵部分，他现在去打副攻，就比较不会像他是4号位置，有些角度不好打。对，那伍家珍的部分呢，替补他的主攻手的位置，整个队形都改变了哈。那18号林宇堂就直接下去先休息，没有在场上。伍家珍继续发球，好塞，这球长了一点点，对，飘出去。6比7，内湖高中发球，于雅妮，他去哇往外打，这个方式，真理那个面就是朝外。对对对，那手没有包覆的时候，这球就喷出去了。8比6，哇，这12号郑永仪也是今年刚毕业，大光高中国中刚毕业进来的，身高不错，174。对。哇，邱凡琪哇，打到高3了哈，整个经验加国家队的磨练来讲，其实整个很成熟了。对，越成熟越稳定哈。李思珊的发球，哇哦，接得好，自由球的手。都像石墨一样啊！这个转出去，哇，可惜了邱凡琪，感觉直线就可以哦，但是角度多撇了一点点了，最后变 out ball，转多了一点点。9比7，挂网又一颗，对，邱凡琪下来发球。哇哇，有机会球来了哦！上死，单脚，哇，好球，拉很开哦，韩尚宇。对，场队最高的韩尚宇后，男中间手一个背飞攻击得分，一个垫步之后跳起来，已经在标杆旁边，然后再往对角线撇回来。邱凡琪在发球，9比9，内湖高中追平，蛮有威胁、破坏力的哦，而且很平哎。对。直线哇！陈一这个靠自己的技术，后面也是飞出来啊。对，靠自己的技术哦，打直线。10比9。陈一的发球。太短了哇！太近了，陈毅帮忙了哦，陈毅帮忙。很长的球感觉会飘出去，但伸手就变 touch out。对，像这个球应该是没有 touch 到哈，那陈毅碰到。10比10，再度形成平手。韩尚宇的发球，发给这个目标就发给1年级的主攻手9号。有快攻，可以快攻，
哇，很敢配哦，但也很敢打。对，9号伊亚尼的快攻得分。现在内中来讲的话，他们发球就发给他们那个9号的部分，华侨的9号，这是吴家珍啊，1年级的，他们就针对他去发球。其实他们都有，就是说，在我们发球的对象也是有战术的哈，有运用。很准的发那边，哇！直接接球出界。对，上一局我们看到他们都是发给陈毅，那这一局来讲的话，发现到吴家珍上来之后，他是只有现在高1生而已哦，所以说目标的设定就有改，所以慢慢分数就拉回来了。从起先华侨领先之后但是内中现在慢慢追平，然后再超前。对，因为其实华侨也是有改变然后他们的队形有去改变，然后也是应付，但是他们但是内中也在变，他们变发球部分针对对象也是所改变的。不过这也是一般在发球的策略，就往攻击走，主攻手这边。对，教练团这边就有下达命令，你发给谁？对，因为你换的阵型，我这边就有可能换的方式，马上对应这样子。马上一放来也发3颗了。对，所以教练团也很重要，时间要赶快把讯息跟选手讲。那选手还是很厉害，他有办法执行到命令。对，这就是选手的厉害的地方。小球，哇！已经有预判到要吊球，但还是慢了一步。这个球可以让狼王者转身下来还来得及，可能比较快。对，我觉得还是来得及哦。比如说李志山扑出去这要近一点点。华侨赖宇轩的发球，过网击球，太急了，有碰到球吗？12比12。后排接起来，4号位，还有修正球，小球，轻轻打过，直接推起来，他线有单手勾起来，秀完击有手到不错，推过去，还有快攻，哇，好球！我跟于雅你配的这个快攻对，到后面对方也来不及防守，只能躲球13比12，内湖高中再度取得1分领先。场上在这种战术的变换，其实真的做得很好。对，内中做得很快很好。开了哇！这个球拦网是蛮可惜的对，假设我的手再往内包了一点点的话，这个球可能就掉在里面。对，有时候我们拦网的跳起来不是被球打，有时候我们要出力，然后把它压回去，动作没有做完蛮可惜的。周以涵的发球，贴着网过来，只能修正，离网不好打。快攻，吊球，后排邱凡吉，哇，踩线，可惜了。对，他自己的失误战术运用的很好，但是太可惜了踩线就。所以对方快攻前面的防守蓝中人都在那边，距离拉开就会有时间差。对，就直接来一个后排。周以涵再发一颗。快攻，哇，很能举耶！对，空中这样停一下就有个C块出来。李思珊进步很多其实他从高1就开始就先发举球了。对，那他的
一开始他的速度是够，可是高度不够，那再来是力量也不够。那慢慢的，现在高2、高3的话，整个力量都出来了，包含配球都进步了很多。太极有了，有快攻，又是快攻，哇！我不一定要把你直接棒棒，他也蛮多的快攻，而且攻球跟他搭的都不错。这有时候那个体系来讲的话，跟教练也有关系因为他们的主教练杨世珍就是快攻手出来的，所以有些东西来讲的话，他们会试着说，在第2波不一定要打长的，有时候有一个快攻，抢一个快，对，突如其来一个快攻，对方也来不及反应。有，丘班奇吊球，哇，得分。这个有的时候在旁边看，我觉得，李志山感觉球好像不够长，对，可是攻球跟他都配得到，对，有时候是他们是不是故意要举这种长度？对，感觉像是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长攻应该在标志再长一点，对。好，那这边现在16-14要进入到第2次的技术暂停。回到比赛的现场，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内湖高中对上华侨高中的比赛在第2局，内湖高中现在是16-14，暂时领先。还没有鸣哨。对，想说起来站很久了。对，华侨做一个换人动作。哇！其实这个战术来讲的话，他们有发到对方的9号哈，但是胡家珍也把球接到位哈，他用攻击的实力还以颜色。华侨追了1分，哇，2分！这个暂停回来之后连得2分。对。换18号，然后内中这边做了球员的替补。对，林威好像进去换那个7号，那个1年级的选手。触网过中线，这个球防守起来的球，对，太靠近网子了哈。那举球员跳，因为举球员不高了，8号选手，然后其实只有个头比较矮一点点，156不到160，对，所以他在往上球比较吃力，哇，发得太急了。于亚妮这个球发球过网，又把球权跟分数送给对方。对，所以现在分数平手情况下面蛮关键的哈，每个环节其实还要再小心一点，多留意一点，谨慎一点。比赛在中段了啦，真的都你失误多一次失误就少1分。对。时间差，哇！单人没有拦到啊，打到手臂的侧边哦，球还是插进来。18-17，华侨高中再度取得1分领先。到位，好球！丘班奇不用讲，对手我们总会讲的一个。对。
就是从内然后往外跑助跑的方式，然后再用身体改变跟手方式打斜线，就在inside out的方式打法，或是outside in打法一样是。用不同的路线，你助跑的路线不是你要攻击球的路线，而是用反方向去击球，用你的身体去骗所谓的拦网者。那相对来起来之后，再往空间就大了，对，反方向去打。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都能够得心应手，你基本上你的核心要够好，对，要练够啦，身体的柔软性啊，然后核心要够强啊，稳定空中的稳定度要够。打长了，没碰到吧？有，哇！先生，这个先生有比，先生有比说他。现神是比奥赛哦，现在是教练要跟他讲说，现神是比奥赛。是怎样？问丝线吗？球是凹爆啦，但是现在看了应该是有没有差距？也是比奥赛。那现在要跟现审做确认，然后现在华侨先换人。华侨做了2个球员的替补。还是一样是所谓的 touch， 看来对，并没有改判哦。没有。所以18比19，19-18，华侨1分领先。现在是内湖高中还暂停。我们刚刚讲比赛已经到了中后段，对，每一分都很重要。那如果这一分哦在得利是对方的话，那这边想办法，至少在战术上要止住对方这个得分。对，没有错。看内中暂停完之后，会不会因为一个暂停破坏所谓的对方的发球节奏看对方是强发还是说所谓的呛死波假设说这个球还是很用力发的话，他失误率可能就会提高。球反击攻击，其实说真的，两队其实蛮熟悉的但应该是知道会举给邱凡起的但是邱凡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拿下这个分数。这分拿下来19比19。对，再把6号苏湘琪换回来。后面陈毅，哇！陈毅从所谓的2号位置飞进来啊，对，到3号位置攻击。20比19，华侨高中再度取得1分领先。陈毅的发球，有到位。太极好球！哇，这个8号。谢靖宇其实攻击的技巧蛮多的我们在前面也看到那种往前，用手腕的处理把球拿下分数。那要强攻啊，也不怕啦，也是可以打。对，也是可以他身高只有168，蛮厉害的。哇，有这个球太可惜了前面已经拦到，但后面补位不及最后球落地。21比20，华侨再度取得1分领先。对，因为11号横上宇他的是快攻手，在防守的能力可能比较弱一点点，蛮可惜的。赖宇轩，机会来了！哇！真的薛靖宇连着2次在4号位这边都把分数拿下。对，看这支球不够长可是就知道打哪里会得分。21比21。
苏湘琪的发球，有破坏到邱凡琪后排老二，这是没踩线的。然后再一次接得好，小球吊球哦，跑过来有补到拦到后排1的后排，自由球接得射得好。好，哇，好巧！哇，这是又是拼防守了，有快攻！节奏上也被掌握到。那现在再看这个球，开网球有救到，有救到，再一个快攻。感觉上攻击手快没力了。塔吉奥，哇！这一波漂亮，双方的进攻跟防守都很够水准。对，不管强攻吊球哦，都能够守起来。那当然最后硬碰硬的情况下，就是薛静宇这边哦拿下了这一分。对他很聪明的，他把塔吉奥后打外手喷出去。内湖高中现在又取得了1分的领先。哇，时移位间差出来，对，然后这个球打成了塔吉奥，22比22。哇，这个球很伤哦。哇，在20几分的情况下发球失误。对，因为这个球你的失误完之后，邱凡琪上来前排，所以说这时候你来讲对你的滑球是非常伤的哦。因为让内中的主力攻击是上来前排，对，你不一定有办法马上得分。好，反手完之后，邱凡琪没有给后排，快攻，快攻，手一个好，邱凡琪，看怎么处理。左手推过去，没有修正好，哎，触网。这边哦，在场上抢球很激烈的情况下，这边吹了内湖高中前排触网，对，23比23。他是碰到标志带外面，对，这里看到哈，碰到标志带。因为这个球很靠网，他只能用左手去处理球，但是没办法刹车情况下面转身的时候碰到，对。还好滑球这个球有拿回来，不然24比22就惨了。哇，好，吴家珍的发球。哦，邱凡琪，塔吉奥，这个就不会塔吉了，这不会触网了。对对。好，这一球看对方攻击，我觉得对方攻击来讲，这个球就是要吃李思珊这个位置的哈，因为中间有陈翔宇的180跟邱凡琪的高度。今年在对台湾来讲，台湾排球界来讲，其实是一个蛮重大的消息。台湾职业排球联盟在今年要正式的诞生。在过去我们讲职业排球，职业排球那其实只能说是准职业了。对。那今年正式的这个职业排球联盟正式诞生。9月19、20、21就还有邀请2队日本的职业队，然后做一个来打表演赛，对，总共6队。是对于国内的排球迷来讲，爱好排球的朋友来讲，今年其实是利多啦，就是好消息一个接一个，精彩的赛事啊，值得大家来关注。修正诚意，有直线接起来。邱凡琪回到4号位，触网是谁？又是触网，又是啊！这个球一半的责任要给李思珊哈，球没有举好，对，有一半的球没有举好，不然这个得分关键球很可惜。再看一下，太靠网了，真的哈，这就是举球员的部分的重要性哈。但关键的球，你球没有办法举好到位的情况下面，就只能处理球。再给他。差很多吧？完全2个样子哦。一个好球跟不是一个好球差很多嘛。但是关键的分数，那分怎么要到很重要，因为
等一下球盘击就到后排，最好的优势就不见了，对，不能让你重复几次啊。25比24，现在看李世山的发球，陈毅，李世山手到，再打一次啊！弹回去哦，对方攻者直接萨基米砍下来，25比25。那李世山也尽量守了哈，不错。华侨这边做球员的替补换人。那这个华侨的战术部分来讲的话，他是不是把重心放在邱凡琪哈，在2号位置的攻击？那我觉得李世山应该会突然来一个好球的话，突然来一个快攻才对。这选手就是这样子哦。邱凡琪，没有，这球没有接得很好。哇！两队的主力，但是现在，邱凡琪到后排了哦，陈毅还在前排哦。26比25，现在是内湖高中的局点。但现在啊，内中是发球了，进攻方是华侨。对，很球邱凡琪球哇，蛮强的。陈毅有没有在后排？有机会来了，给谁？哎呦，呛死！时间差，哇！来我得分！哇！等一下，我们可以谈一谈哦，华侨的这些战术来讲的话，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往中间挤。等一下我们可以谈。27比25，内湖高中拿下了第2局，目前局数是2比0，暂时领先。回到比赛的现场，2025德蒙造级青年排球邀请赛，内湖高中对上华侨高中的高中女子组赛事即将要进入到第3局的比赛。前面2局，内湖高中是以25比18、27比25
连拿了2局。哦，不过第2局刚刚最后几分真的还蛮精彩的、哦。对对对。内中哦有机会前面就可以拿下来，但是都是丘凡吉这边哦发生了触网，送分给对方，没有打到丢死。那华侨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哈，因为知道中间手对方中间手其实韩尚宇来讲呢有180公分哈，但不知道为什么选手一直往中间切。其实打2边的长攻来讲的话，其实机会可能大一点。可是我们不知道华侨为什么今天的一些战术都是往中间挤。那中间挤来讲，其实韩尚宇他是不用动的。对，那第1个球你突破，第2个球突破，第3个球我手包过去可能就拦到了。刚刚就在关键的时候就被拦到。直线，对，这球被接起来，还有，哇，好球，小球。还有，有吗？过来，漂亮！裁判没有举手，好球，快进来！小球又救到，哇，打不死的！这几波的防守很好。周一涵这个球再被弹高，机会球来喽！小球，还有。飞过来，看华侨这边怎么打，中间快攻，哇，自己打出界了，很可惜的哈。这球场内应该有好几个地方都需要处理一下，对，连滚带爬好几个地方，我趴下去，整个场地都湿了，对。可能下次用手擦太慢，要拿长拖把、大拖把来拖。对，直接走过整个半场都要拖过。丘凡吉的发球，过长，修正球，回来，直接推过去，有手到，后排打过来，哇，太靠网，哇，这个球这接的太靠网了哈。那往上球也处理得很好，对他处理得很好。其实这个球是打到白带弹下去。2-1，对他也不可能太碰他的话，可能就会过网击球。哇，丘凡吉的发球蛮破坏的，对。陈毅的后排，斜线，好球！哇，好球！我这边打到洞哦。对。徐子言这个球，插网过去。哇，还有啊！但只有出界，差一点点。我想要定3米线的最角落这个边哦，但最后打出去。还有拨过去，现在要看往前。哇！前面只是空了啦，但是还是要跳起来挡。对，要周一涵回来，然后直线攻击得分。华侨高中这分拿下来，现在在第3局4-2暂时领先。哇，好球！踢到铁板了。对，一样是1号周一涵，然后队长的挡网直线。那现在华侨的阵容来讲的话，是用2个3年级的部分带了4个1年级去比赛。那整个的体能调整来讲的话，华侨是做的比较好，现在的轮番上阵。对，那内中是几乎没有换人。对，只有6号有上来换过1次2次这样子。哇，又大包，接高了这边哦，这种直接起跳扣下去，6-2。
暂停了。第3局华侨有个不错的开局，现在4分领先，那这也逼使内湖高中我这边喊出暂停。其实，在人员没有做太多替补的情况下，其实打的概念上大概就差不多，打法大概就是那样，就是那种没有什么新鲜的想法，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打法。攻击手，对，到哪边让13去决定说，这球要给哪个位置去打。但是对于华侨这边来讲啊，用了比较多心血哦，这种年轻小鲜肉上来打之后，路线上会让对方比较不熟悉啊。好球，打在后面的手上，后排陈毅有，直线哇！这次直接被拦回来得分。对，确实在暂停过后，内湖高中拿回了分数。哇！这个球挂网7比3。对。暑假开始就有一系列的各种杯赛、邀请赛、友谊赛。那像前面教练有提到，而接下来还包括永信杯啊，对，各个大比赛。哇，打穿，但是后排接的也很好，对。这球就是戳过去，现在看快攻，也有接到后排来了，还有被守起来。内庄的防守相当不错。小球touch out，哇哈哈，聪明，刚换上来的哈，邱玉珍，他是3年级的哈，比较有经验一点。阿威这边稍微改变了球的速度啊，跟角度啊，就用吊球啊，然后touch out。对。4比7，他要罚球，小球直接吊球。哎呀，手挥太大力，球下去了，手也刮下去了。对，太急了一点哈。其实机会球要把握没有错，但是见猎心识，哇，好！但是手的力道一大，来不及刹车就中了。8比4。哇！好球，周玉涵左手还是把它处理过去。现在看这边，拦回来。你打了多次的所谓的打斜线哈，大斜线的位置哈，对方拦网者也是有在看管哦。华侨高中拦网得分9比4，现在第3局领先5分。10号徐芷妍，今年1年级，毕业于大关国中。擦网过去，哇，生气了！刚刚往上球的处理，现在就看举球员给我的球，我可以怎么打。对他这个球是刻意的举在大概3号位置哈，大概3号、4号的位置，对这边攻击，然后占有斜线的位置可以打。后排轻轻打处理过来。哇，好球！12号没有准备哈。在郑永瑜的部分来讲，这个蓝中的选手哈，球已经过来了，他慢了一拍啊，直接喷到手，直接落地。6比9，内湖高中再追1分。哇，接发球，哇！这比较不理想哦，吴星云啊。对，
这个接发球，这个球来讲没有信心哦。那接球的时候，整个屁股翘起来之后，这球跑去哪里都不知道。直接推过去，修正球，邱凡琪还是太靠网了。往前都有点乱，扫进去。inside。所以内中可以是准备在细腻动作，例如修正球可以练多一点。所以说其实在关键球的时候很在意的这些球。那滑球其实有把握到这个球对方一个失误的整体上面不够细腻的情况下面，一个快攻的，然后打实线好球。10比7，郑永瑜的发球。哇，太直了！发很平，但是要稳。对，要过啦。对，要稳。8比10，内湖高中要来发球。哇，手到！哇，救不到，太远了，太远。这个陈毅这个球抛也蛮大力的哈。11比8，那现在大概就是在3分左右的分差。发球前哦，教练要把苏以安哦叫到旁边来交代一下，叮咛一下，对，看要发给谁。陈毅这个球被拦回来，放2号位，也被拦回来，再给陈毅，小球，哇，好球！这一球第2次的进攻，陈毅这边就改变了力量。对，12比8，现在分差拉到4分。哇，发到点，好漂亮！小球，发在3米线里面。对。因为我们知道韩尚宇是不接球快攻手，那邱凡琪是在后面，所以说这个球发给韩尚宇的位置，他就会躲情况下面，邱凡琪来不及前面去，邱凡琪被拦到了，还有，再次邱凡琪转直，往中间啊6号位置那边来打，这分拿下来。9比13，好球，后排啊，没过，对，没有处理好14比9。陈毅的发球，直又平。柯凡杰的吊球被接起来，推回去，内中的呛死。再一个，啊，被陈毅守到，也被拦回来。快攻也被守起来。哇，太极奥，哇！拦网之后，球弹到了标志杆，他就要得分。对，换上来的邱玉珍啊。双方仍然是维持有4分的差距。陈毅后排接到，哇，又是个太极奥，哇！连着2分啊，都是靠着他就要攻击的他就要得分。替补上的邱玉珍哈，连续得2分，分数拉近，然后只剩下3分。邱凡杰的发球还是有去破坏力的威力哈。
直接接回去，沙西米就砍了。对啊，你看2分，哇！内中这一波追分哦，现在只落后2分了，12比14。对，华侨喊暂停了哦。对，华侨高中在被追分的情况下，现在喊出了暂停。不过状况也是这一局前面教练有提到的哦，在人场上球员的情况，华侨其实也做了蛮大规模的调动。是这一局啊，这第3局有一些就是年轻球员换上来，而且人数比较多，但在内中这边其实没有什么换人。他们只有3号跟6号就直接更换而已。其他攻击手几乎都是在场上一直打，到现在第3局。所以体力下滑的部分有可能是要注意的啦。对，我们先不考虑体力来讲的话，最起码我们考虑到他的一些攻击战术什么，对方已经摸熟了。对。好，暂停结束，要继续来发球。又爬过来，擦网过来之后，哇，被拦到了，连续得分，13比14，现在追到只落后1分的内湖高中。哇，整个内湖高中的士气又起来了哦。那华侨还是要先止血才可以。感觉很长，但还是接了，对。好有，这个就没办法，这很难接了，这个就直接打出界了哈。那分数还差2分，华侨还是有机会哈。记得把那个领先的分数还是要保持住啊。15比13。对。华侨陈乔宇的发球。哎呀，可惜了，没有得分。哇，还有高度够，应该有。哎呀，还可以。哇，回来。第2时间，周怡安。虽然是没有说特别用快攻了，但还是赶快把球打下去哦。这个快攻来讲，这个做时间上掩护有掩护到，有欺骗到哈。16比13，来进入这一局的技术暂停。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天正式展开比赛哦，在台北市立体育馆。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0号，8月30号这几天呢，每天都有精彩的比赛。欢迎球迷朋友能够到台北市立体育馆来观赏比赛哦，因为不需要门票，大家只要来到这里都可以进来，在观众席上来看这精彩的比赛。那在男子组和女子组的部分，男子组是国内 HVO 的前8强，女子组则是前面的5队哦，再加上来自江苏的星海高中，来自大陆这边的球队哦，这个等于是国际的杯赛。这边这一球打成了 touch out。对，邱玉珍又得分了哦。内湖高中现在在技术暂停结束回来之后，再拿了1分，现在15比16。
间差，被抓到了，再一波直线哇，打头，还有，哇，李世山用头去防守，用脸，小球哇，这一波用吊球啊，周一对啊，用头去防守，守得很好。直接哦，幸好说哎弹起来哦，并不是直接喷掉，还有机会。对。不过后面吊球哦就掉到空档了，17比15。周怡安的发球，哇，放软哦，对，这个球不是用强打哦。所以我们台湾讲的斯拉布的部分，用旋着球，让球直接在你的前面落地。16比17。跳跃发球，宝，可惜了，对，没有得分，戳过去，啊，也可惜，网子制造了一个好呛死，哦，后排，哇，好球，两个人中间，哇，这个球后排周一涵助跑，这个起跳很完美。再来看一下，对，我觉得周一涵还比较适合当副举队的位置，蛮适合，他是左手，然后徐子言的发球18比16，华侨再度取得2分的领先。小球，吊球，力道太大，推到界外去。对，蛮可惜的哈。这个球其实已经到位去接球的情况下面，应该是没有把握机会了。17比18。我把举球员换下来哈，那因为刚好被打到脸，然后再来是增加17号的高度，前排啊，对，高度多了6公分了。哇，有，就机会球，直接哎呀，力道太大了，这个球哦掉也掉到界外去。这个球他防守起来的球也太靠网了，他处理球也没办法处理好，蛮可惜的哦。19比17。哇，真的很可惜，很关键的分数。是拉近或被拉开了，就是1分哦，对双方来讲意义差很多。哦，差很多。转好球，还有，哇，直接打了。哇，但高度不够，现在是华侨的呛死，也接起来，再看，哇，还有，哦，爬过去。陈毅轻轻打，接起来之后看推到4号位，球板起，再加，直接开球，18比19。我听现场的这个欢呼声、尖叫声，就知道刚刚有几幕是很激烈，真的很激烈。9号于亚妮的发球。陈毅转进来，还有没有？没有，太靠近，太靠近旁边的这个 LED 荧幕，很危险的一球。他就要之后20比18，华侨现在仍然是有2分领先。发球是16号的苏以安。今年也是1年级的球员。哇，邱凡琪，对，在打这个3、4号位中间的位置。中间位置。
内中再度追成1分落后。周以涵这个球被拦到，陈毅，哇，陈毅哈，紧要关头还是靠陈毅哈。但在2号位啊，但这个球最后还是打成了touch， 21比19。内湖高中在做球员的替补哦，李世山现在再回到场上来举球。陈毅下来发球，触网是谁？哎，在往前抢哦，抢着要把球压下去，触到网。对，10号徐子言，徐子言这个球触网，现在20比21，内中又只差1分。球板级的发球，对。只能修正。直线，哇！这球蛮用力在砍的哦，22比20。哇，这个直线内中没有注意到哈，拦网部分直接让他封过去。22比20。哦，接没接好，还是可以打。啊，还有，再守起来，自由球员修正。很贴网的球还是处理过去。先来看2号位内湖高中，再一个。啊，吞下去！对，这个球吞下去了哈，因为放慢了节奏，改变你拦网的时间。周以涵这分，让球吞下去了哈。23比20，在比赛的末段哦，现在分差被拉开，来到3分，内湖高中喊出暂停。其实华侨的整批来讲，大部分都是以高一生来讲，其实他打得真的很好哈。他只用了1、2个学姐在那里面带，包含举球员都是所谓的现在高一生而已。那未来这几年呢，其实华侨的实力还是一定在水准之上。对他们只会越来越好而已。对，因为从国中这个冠军班底哦，继续默契更好，经验更成熟。对，他们都不矮，在170几、170几这样的身高这样子。在国内打，其实高度是够的。23比20，陈乔宇的发球。哦，好球！得分。这个都可以。邱玉珍来讲的话，其实他上来几乎攻击几乎快要100%的得分效率哈，那其实给球太少了。内中韩尚宇的发球，破坏了，看他机油，机会来喽！还有，看没办法得分，哇有！这只差1分了。3外的进攻哦，打对角线的inside，然后现在22比23，内湖高中追到只差1分。对，自由球员都犹豫了一下哦。有，传到哇，机会来了！哇，变内中的机会。对，呛死！哇，刚才讲到几乎100%的成功率的邱玉珍哦，其实这一局还是有运用到内中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哦。但在李世山的部分来讲，其实真的是有在花头脑，在用心打这个球。平手哦，从3分差距20比23，当时喊暂停之后了，暂停回来连拿3分，然后3分里面2分是邱玉珍得分的。这场比赛到底
结果会怎么样？其实不好猜啊，不好猜。那这一球来讲的话，应该华侨会组织一个，所以说给陈毅攻击的部分。这绝对是最大胜算的一招了。陈毅在要后排来讲的话，其实就要注意到，就是给1号。1号的周奕涵的部分，有可能就是比较关键哈。所以说内中来讲的话，还是要注意到周奕涵的一个左手2号位置的攻击。哎呦，想太多，结果球都没过。我换你上来，结果只有你给我发挪印。这就真的很可惜这就真的很可惜。有些我们常常看到，有些球员换上去就只是发球，发完可能又换下来。对啊，但是你要稳定啊，你上去就要发一个这样子，不如我不换了。周奕涵下来。对，有时候说你这样不换，不如不换，因为他保持前排举的攻击手有3个，对，然后石宇轩，对，所以现在他是举球员。耶，100%，真的是100%。好，那你邱玉珍下去之后，给他发。对，现在也是现在是内中前排比较弱的因为邱凡琪啊，还有都在后面，都后面，就看有没有办法用发球来制造对方的失误。哇，哎呀，真的想拼发球了，但是这个球最后是挂网。对，25比24。现在来到华侨高中在这场比赛的局点了。以目前来讲的话，现在是华侨一旦优势因为对方现在是内中是1-5的阵型，那主攻手2个最好的，今天状况最好都在后排，都在后面。对，徐子言的发球，只要守一个拦一个，华侨就赢了这一局有了，华侨有机会来了陈毅，哇，被他守起来，接起来。后排，再给陈毅吗？快攻，还是被收起来。直接回到了华侨的场子里面。小球，邱凡琪的后排不是，哇，打不死。双方都一样。陈毅这个球也被接到，关键啊，挪印，还有裁判没吹，继续。还手到，单手勾回来，看谁。哇！哇，这个球漂亮！对，起波没有被对方打死守起来反倒拿下分数。对，裁判没有鸣哨情况下面，继续打。华侨觉得他们是4次但是没有情况下面，你就继续打。对啊，因为这球也没有上去拦网。25平。哇，这球改变了很多，邱凡琪上来前排了，不一样，对。就刚刚那一球的时候，优势应该都在华侨这边但现在其实就balance 回来哇，硬赛这球硬，对，做一个中间的时间差攻击得分，26比25。等到郑永瑜要下来发球。邱凡琪转奥赛，这个球打出界，这使得现在华侨高中在第3局扳回一城，27比25。前3局打完，内湖高中现在是2比1，暂时领先。
回到比赛的现场，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内湖高中对上华侨高中的高中女子组赛事，现在要进入到第4局，前3局内湖高中是2比1暂时领先。已经听牌的内中哦，看是能够直接把比赛拿下来，或者是华侨能够再抢回1局。对。哇！落地了，落地了，落地了。内中在第4局是先持得点哦，先拿下第1分，现在邱凡琪下来发球。哇，这球机会球来了，对，接的并不理想。现在看内中的时间差，哇，失误了哦。对，然后里面飞进来哦，邱医生在这个球就打出界，可惜哦，没人拦网情况下反而打不好哦，自己打长了，太可惜了。1比1，华侨陈毅下来发球。哇，很平，直线，哇，自由球员手接的也不错，打穿，后排也接起来，小球有补到位，还是被守到。邱医生这个球也被接起来，换边4号位的进攻冲下去，强的打不死哦，反倒力道轻一点点有效果。对，这个球助跑是用奥赛印的打法哦。看到内中的自由球员真的防守今天很黏呢，身高在153，那整个反应接球能力都非常好。韩尚宇的发球，快攻，有守到，邱凡琪勾回来，呛死过去，看华侨这边怎么打。时间差，还是守到，哇！邱凡琪守到这个球，他接奥触网了。哇，抓的这边在前排进攻的时候，这边触网，对，整个手拉下来了哦。2比2。华侨陈乔宇的发球 ，touch， 修正球。哇，被拦回来，在后排空档落地得分，华侨3比2。这一局邱玉正的攻击3颗球都还没得到1分哦。前面第3局其实是几乎100%哦。对，但是第4局上就改变了。哇，这样华侨也变得防守变得黏了。对，小球，哇，这边再拿1分。比数4比2，华侨高中2分领先。他接奥，他接奥，他接奥，这就要看看。然后第2裁判是现审是旗子是拉起来，对，施新远这边旗子举起来是奥步，没有错，对，因为以角度来讲的话，是视线员看的角度是最准。裁判怎么吹？采纳第二裁判的意见。5比2，华侨得分之后，现在分差来到3分。哇，可惜了哈，华侨在领先的过程里面来讲的话，发生自己的失误。
邱一真下来发球，双方2分差。开望球接起来，快攻，被挡到，再一波。小球有了，小球有救到，有救到。小球一样啊！马上怀疑小球后。 这边扑出来哦，那反倒是让魏源这边没有机会处理，这个球往外扑，变得后面啊其他球员也没有办法来 cover 这个球，6比3。周怡涵现在要来发球，有，还有哇，好黏啊！过来了，现在看再一个 C， 哇！ 呛死！换掉球，还有吗？哇，没有了，第4次了，可惜了。对，但是我看到这一局来讲，华侨其实防守真的很黏，哈。对，每个环节都不放过。内湖高中薛靖宇来发球。 4比6，现在双方差2分。时间差，中场后排接起来，邱凡琪，哇，好球！邱凡琪的球质重哦，对，然后再来他的球比较不像一般的正旋的，比较不规则的球啊，很难收起来。打诚意啊，那这个球直接接到外面去了。5比6，内湖高中再追1分，现在只落后1分。 薛靖宇要继续发球，第二时间有自由权在那边守，邱凡琪，哇，往外跑，往内扣，还是很强哦。即便说不是身体正面的击球，但 power 还是很足啦，最后喷到外面去。6比6，追平了。 哇，可惜了。6比6，平手。徐子言的发球。哇！ 那个球其实不太旋转的，哇，吞下去！突然改变节奏哦，又让你一个 A 式快攻，让对方把球给吞下去。其实这个球陈毅有对到，蛮可惜没有拦到。7比7。 斜线哦，教练这边闪的也很快。哇，今天这个位置的线神也很辛苦哦。8比7，现在内中哦，继开局先得分之后，再度取得领先。 蔡记啊，有就准备，哇，这个球可以判2次的哦，4-3的球，就感觉有点是修正球，但陈毅还是打得非常强。他已经瞄准了直线，要打 touch out 的球。8比8，哇，没有接到位，韩道还有。 再一颗球板机，还有机会球，单脚有没有太硬杀？哇，这个球打这么长，哇，真的大概就是球场最角落的位置。对，打到几乎已经9米整了。
我真的是就在线旁边呢。对，李志山的发球，转过来，对，陈毅的一个4号位置攻击得分。打外手没有传出去，马古这边拦到还有来，邱凡琪还是被拦到手上，快攻！哇，好球！韩少宇这边哦，其实没有特别用力啦，但就是timing 刚刚好，直接拍下去。其实他个头高了哈，对，180公分的身高。10比9，内中再度取得1分领先。邱凡琪的发球，挪一没过。哇，这个球没有过，对。那现在来讲的话，内中的发球对象就少陈毅了哈。对。内中现在取得了在第4局哦，领先最多2分。还是陈毅，还有过去直接弹回去，还有内中的呛死，小球，哇，好聪明哦，有勾到，有勾到，对，回来了。哇，一直被拦漂亮，对，单手拍过去，现在看花椒怎么处理。陈毅，直线有，邱凡琪手到，再给陈毅，小球，李世山有手到，修正球，哇，直线，后面来得及吗？还有，单脚。好球！太急，最后薛敬宇啊，再拉回到标准4号位这边了，拿下这1分。薛敬宇这个球也打得很好哈。12比9，现在内中在第4局领先到3分。对，一样哈，邱凡琪的发球，每次轮到邱凡琪的发球，其实内中都得分哈，而且都是连续得分。对。说即便不是直接 ace， 但是在破坏对方的接发之后，后面还是最终拿下分数。对，都有破坏。哇，这球手没有摊过去，打进来了。还有周怡涵直选哦。10比12。哎呀，这球硬，拦网之后硬赛。对，邱玉珍这一局真的没办法得分了，怎么打都被拦回来。11比12，花椒现在追到只差1分。出去过长啊，过长啊。陈毅也是要发给邱凡琪。发球出界之后，现在内中再得1分是3比11，轮到韩尚宇来发球。哦，守得好，李思雨守得好。歪掉，有办法打吗？哇，标志杆外面，标杆外。这个球，想说这样子还这样子扣哦，这样子太冒险了。对，这个球这样子处理太冒险了。14比11，内中再度把领先的差距拉大到3分。
我真的在这一局哦，崔玉珍的进攻威力就跟前面第3局差很多。哦，真的差很多。前面真的是上来就是1分，扣下去就是1分。那今天怎么打都打在人或者打在手上面。对，两个局讲的差异差很多。不然假设邱玉珍这一局假如打予取予求的话，可能分数就拉很开的。但是相对讲，华侨有对他看守啦，可能刚刚的拦网部分没有做好，这次动作把它做扎实。有针对到。对。好，在暂停结束过后，韩尚宇要继续来发球，14比11。哎，拦网碰到了标志杆 ，touch out，12-14。好可爱！直接砍了，完全没有人的薛静宇。哇，这个球很敢打哎！想你修正球哦，放给你打，没想到这么用力砍，直接拿分。直接打直线，都没人在准备举球员要进来的那个路线哦。15比12。邱玉珍的发球，对，邱玉珍跳跃发球。哦，打在手上，撞到椅子，危险。对，自由球员真的是哇，很拼啊，很拼。13比15。华侨周怡涵的发球。哇，高难度的一个搓球呢哦，球比较后面哦，那顿了好几拍，最后用搓的把球搓过去，然后直接落地得分，14比15。还带一点转手腕。华侨追到只差1分，仍然是周怡涵的发球。转进来，这次后排有人。哇！应该是打到这个球inside哦，连续得分让华侨现在15比15扳平，从3分落后的情况下扳平比分。我在技术战领前哦，很拼，真的很拼。这球被拦回来之后出界，16比15。内湖高中在第4局率先拿到第16分，进入技术暂停。回到比赛的现场，这一场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内湖高中对上华侨高中的比赛，在第4局，目前16比15，穿着黑色球衣的内湖高中1分领先。前面3局内湖高中是以2比1的局数暂时领先。
快攻这个球，哇，往后弹的比较远，对，崔俊宇过去啊救不到这个球，16比16平手。10号徐子言的发球，哇，接歪，呛死，快攻，挡到，有诚意，转直有接到，对，接到，何班奇，哇，本来球板的角度比较多哦。还是交给主攻来处理哦，在4号位这边拉开一点点距离之后，斜线砍进去，17比16。他挤，前面一个掩护哦，然后后面打斜线，但是其实看起来是往外打，但碰到手。这次是出界没有多好，球速太快了。17比17。后排过去，哎呦，来不及，对，这几个球都喷得很远哦。对，要看对方攻击手出手这个力道非常大。18比17，现在是华侨高中再取得1分的领先。还有4号位这个球打天空往上打了，真的全垒打了哦，真的。18比18。在技术暂停回来之后，华侨高中几个发球其实都破坏掉内中这边的接发。对，就是这几颗球内中的自由球员都没有接到位，有人打修正球。李世山的发球，拦到，快攻，自由球员修正，邱凡奇打在手上，还有送过去，哇！打好了，薛靖宇真的很聪明哈，让他不疾不徐的部分在处理的球，直接正好垫到对方后面哦，发球的空档这边位置。19比18，内湖高中再度取得1分领先。对啊，所以打排球没有说一定要1、2、3，1、2就可以过去了。有机会球，修正球，邱凡奇吊球，哇，落地卡住了，球弹起来在人的外侧，所以队友这边没有办法直接过来接。20比18。从领先到再度被超前2分，华侨现在喊出暂停。对，因为华侨来讲的话，其实他们的高一生比较多一点，在经验上面可能没有那么丰富啦，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细腻。局数上2比1领先的内湖高中，现在在第4局分数也领先2分。哦，因为已经到2字头了所以华侨这边也不让你说再把分差先拉开，先喊1次暂停，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止住。因为华侨现在也没有暂停可以使用他已经用了2次的暂停，对，但是分数不能再被拉开了。哇，好球！陈毅这个球打转直线又快又直又重。
占领回来之后，华侨拿下了1分，19比20，只落后1分。发球轮到16号的苏以安，邱凡琪飞进来打中间，中间时间差，对，21比19。邱凡琪的力量真的蛮大的，我看他整个一个 power 真的是这样打下去，拿王手都很难就拦住他的球。再看邱凡琪的发球。这球接太高往了2次，对，所以内中邱凡琪这一场球赛已经是得最多分的，不管是发球或者是在攻击，对。相对今天没有太多拦网那种直接拦网得分的，比较少，对。哇，再一颗，23比19，哇，太重要了。他前排有功能哈，前排有可以攻击拦网，到后排发球也是攻击。对，那在后排他还可以打回了后排，那防守又不是很弱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邱凡琪是蛮全面的，整个都进步了很多。好，这一次有接起来，但看再来怎么打。有手到。后面直线哦，有接到。还有邱凡琪救回来。哎呀，可惜太远了，最后这手用力要勾啊，但球没有勾过去，20比13，23。自己卡位。哎呀，还救过去，好厉害哦！8号好厉害。还有，邱宇珍这个球后面也接起来。有。给谁？哇，有了！关键这一局是前面都没得分。前面这第4局前面没有拿下什么分数，但关键时刻现在砍下第24分。对，这是最重要、最值钱的这一分。现在来到这一场比赛啊，内湖高中的赛末点，有4个赛末点。转直线，这球阿宝，这球转出去，结果打成凹赛，这使得内湖高中再以25比20拿下第4局。所以这场内湖高中对上华侨高中的比赛，内湖高中是以3比1的局数，在整个杯赛的第1场这个单循环赛里面是拿下了第1场的胜利。对，我们非常恭喜内湖高中吼，那在吴志华受伤情况下没有下场，那整体的表现又非常好哦。不管在攻守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每个选手都做得很好。再就是说，在战术的运用以及该主要这个得分的时候有去把握。再来看到我们今天一个表现特别好，内湖高中的一个邱凡琪哦，那李13的举球员跟自由球员的一个防守都做得非常好。那华侨其实我觉得他们今天打得非常好哈。那因为用2个学姐带的他们的一些高1的选手，其实他们整个都打得不错哦，我们非常恭喜。那我们期待越来越打越好。那以今天啊这样的一场比赛，在这边恭喜内湖高中最后以3比1拿下这一场比赛胜利。那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到比赛的现场，在今天现场，我们请到了今天内湖高中的教练丁若安教练哦，来看看今年在这个赛季哦，暑假即将结束，新学期开始就是全新的赛季。那第一次和华侨的交手，就以3-1的局数拿下胜利。这边当然还是先恭喜教练今天拿下好的成绩，谢谢。那你先来谈一下今天内中全队的表现。当然全队还有待加强，但是给小朋友今天的分数大概是90分以上。在赛前我也是，我会在习惯在赛前，然后询问小朋友的心理状态，他们都是蛮有信心。我觉得练习准备够，比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OK， 好，那来看看这场比赛，前面先连续拿下来第1局跟第2局，眼看着第3局有机会就是一个直落3能够拿下来，但在比赛的后段哦，其实大概20多分的时候有2次换人。在大家概念上，换人就是要去得分，但是换上去的球员挂了2个网，发球没过2次，送对方2分，到最后第3局是25-27，让华侨扳回一城。当时换人的概念跟这个结果，现在教练怎么来看？当然，我觉得小朋友的心理状态当然是有进步，但是在抗压性这么高、比数这么近，或者是要去追分的时候，心理状态还要再加油。对。OK， 心理状态还有在讲。那最终到了第4局，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关键点是，或者哪一个关键球员是你觉得说，今天 hold 住了，把球队这个气势留住，然后把胜利留下来？你会觉得是哪一位选手做到了这样的角色？我觉得靖宇是团队的核心，他就是在球队来回波比较多，或者是落后的状况下，他是稳定的，然后是可以稳住。不管是接发还是防守，可以稳住这个球队的重要核心。对，薛靖宇，对8号的球员，对，确实哦，在今天场上我们看到，有时候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应该是反起要跳出来，但那个时候可能给到正好在4号位，然后靖宇可能强攻或者是用头脑，真的能够把分数留下来。对，好，那在今年真的，去年的赛季最终是第3名，对，内湖高中是第3名，对，那华侨是第2名，对。那今年一个全新的赛季，其实暑假开始，慢慢的，杯赛来了，联赛也要慢慢就要开始了，怎么去期许内中今年的成绩？当然，我们是做2望1呀。好，哇，非常恭喜教练，对吧？很有气魄，在这里面对镜头讲出做2望1。那也希望说，真的内湖高中就能够说再一次重返荣耀。那带着这群，我们在今年开学前就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战果，至少今天我们面对华侨拿下来，后面还有机会要面对东山。对，那也希望说，这接下来比赛能够顺顺利利去挑战可能2连霸的球队，把那个连霸弄到自己学校来，好吧？那简单来对今年的赛季，丁教练也来简单来讲一下今年的我们的愿望，好吧？当然是可以拿到那一面旗。好，要把旗子带走，要先拿旗子，拿够久就可以把它带走。对，好啦，那这边也预祝就是内湖高中能够在今年顺顺利利如教练的预期打出这样的成绩，能够登上巅峰。谢谢。好，谢谢丁若安教练接受我们的访问，这边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再度回到比赛现场，今天我们为您带来2025登峰造极排球青年邀请赛的现场，也为您带来4场精彩的比赛。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0号，每天都有精彩的赛事。那明天早上开始就会有6场精彩的比赛，也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为您带来精彩的赛事。我是姚奇，以及今天的球评李嘉勇教练，在这边跟您说声晚安，拜拜，拜拜。